上讲谈到董仲舒在第3道策文当中论述人们应该怎样认识真理，他给出方法很简单，只要仔细观察天道就可以了。所谓观察天道其实也不难，只要观察自然界是怎么运转的就可以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自然界当中有没有人类社会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呢？董仲舒的结论是没有，只要观察鱼虫鸟兽就能发现，上天赐予了一些动物尖牙利齿，就不会再让它们头上长角；赐予了一些动物翅膀，就只给它们2只脚，而不是4只脚。董仲舒没有现代生物学知识，不知道鸟类的翅膀是由前肢演化形成的，所以有了翅膀就不可能同时还有4条腿。但不管生物学原理是什么，如果只从朴素观察到的现象来看，事情确实就像董仲舒所说的那样，所以我们才有机会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自然界。否则的话，如果老虎类生双翅，还长着齐合鳃，上天能捕鹰隼，下海能吃鲨鱼，别的动物哪还能有活路呢？就连老虎自己也会被自己断了活路，因为把所有的动物吃光之后，就只能同类相残了。董仲舒从这样一种现象总结出了一个天道，原话是世所受大者不能屈小也，意思是说从上天那里领受了大的好处，就不能再领受小的好处了。用俗话说，好处不能占尽，不能吃干抹净。这样一个天道应用到人类社会，就意味着吃肉的人只吃肉就好，别连骨头一起嚼了；那吃骨头的人呢，就只吃骨头就好了别捞肉渣；那吃肉渣的人呢，就只捞肉渣就好，别抢汤喝。董仲舒讲，在以前的美好社会里，凡是领取俸禄的人就不再出卖劳力了，也不搞工商业赚钱了。如果非要把好处占尽的话，就连上天都会不堪重负，何况是人？这才是平民百姓豪含提及的根本原因。看看现在这些达官显贵，明明已经有了荣华富贵，却还是要与民争利，无休无止的扩大自己的产业和积蓄，老百姓都被搞得民不聊生的程度了，就只能铤而走险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法网越来越密，违法犯罪反而越来越多的原因。董仲舒讲的这个道理特别符合农耕社会的朴素直觉，今天理解起来反而会有点吃力。农耕社会理解经济现象，会认为财富的分配是一种零和博弈，有人多占了，就一定有人少占，有人捡了便宜，就一定有人吃亏。商业并不创造财富，只是把作为财富的物资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，并没有使物资增加。这样的话，如果只赚取一点搬运费也就算了，但商人偏偏可以赚取暴利，怎能不惹得天怒人怨呢？那么作为达官显贵，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？董仲舒给出了一个榜样人物，鲁国国相公宜修。公宜修的生活时代和生平事迹，今天看来多少有点可疑。他有可能是战国初年的人，回家之后发现妻子在纺织，不禁勃然大怒，果断休妻。还有一次，公宜修在家吃饭，吃到自家菜园子里种的菜很可口，他又发火了，马上到菜园子把菜都拔光了。他的理由是，我已经有俸禄了，难道还要和劳动人民争利益吗？话虽然在理，但为了这件事就能休弃，也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了。公宜修的事迹被司马迁写进了《史记·荀吏列传》，作为官员楷模。司马迁评价公宜修原文是：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，受大者不得取小，完全就是对董仲舒发言的凑录。司马迁的思想深受董仲舒和公羊学的影响，这在史记当中不止一例。把公宜修树立成做官的榜样，这倒不难，但仅凭榜样的力量，是不是真的可以扭转社会风气，这就太难了。董仲舒也没能给出一个可行性方案，似乎就只有依靠道德自律了。但我们必须看到，在公宜修的故事里，就算国家总理与民争利，也无非是妻子织织布家里不知道什么人在自家园子里种菜，仅此而已。就算废寝忘食搞生产，也没多大油水。但汉朝不一样，就拿土地兼并来说吧，兼并100亩也是兼并，兼并1000亩也是兼并，约等于没有上限。
如果使用奴婢卖家雇佣工人来采铜铸币、冶铁煮盐，那么这种集约化大生产创造的利润，远不是家庭手工业可以比的。如果要求达官显贵们以公宜修为榜样，不要在家织布种菜，这个倒不难做到。而在土地兼并、工业生产和商贸金融业的巨额利益面前，即便是公宜修本人，他也不容易抗拒这种诱惑。那么董仲舒的这个建议后来有什么收效呢？如果我们读《史记·荀利列传》，会有一个很尴尬的发现。《史记》有2个相映成趣的群像型的传记，一个是《荀利列传》，一个是《酷吏列传》。酷吏呢，我们已经有过了解了，制都、应城都是典范。至于荀利，基本等于酷吏的反面，虽然奉公尽职，但并不搞严刑峻法、查杂为民那一套。酷吏列传从吕后时代的侯风写起，然后有晁错，从制都开始就事迹丰满了，然后是宁城、周扬游、赵瑜、张汤、义仲、蒙门书、尹齐、杨溥、简宣、杜仲，这些还都算是有模有样的官员，即便执法严苛，但还不能说人家不称职。至于冯当、李真、糜朴、骆弼、楚广、吴忌、尹周、严凤这些滥杀人、虐杀人的官员数不胜数。司马迁的原文里边接连感叹了2句何足恕哉，本来让读者想见他在写作《酷吏列传》的时候是怎样一种痛心疾首。《酷吏列传》里边的这些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和司马迁同时代的，早期人物也无非追溯到吕后和景帝时代。当我们一翻开《荀利列传》，打头阵的是楚国孙叔敖，然后是郑国子产、鲁国公宜修、楚国施涉、晋国李黎，基本都是春秋时代的人。公宜修如果不是和他们同时代的话，最晚也只是晚到战国初年。5位荀利，一个汉朝人都没有，要我史记怎么一直都摘不掉鲍叔这顶帽子呢？总有人觉得司马迁因为对现实不满，史记话里话外都在恶心汉朝，尤其是给汉武帝一朝诓破脏水。不过即便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没有夹杂任何一点私人情绪，荀利列传和酷吏列传的内容大概也不会有太多的不同。这是因为那5位荀利的事迹只是古老的传说，被时间加了不知多少层美颜滤镜，而且种种细节都不符合春秋时代的政治格局和风俗习惯，越看越可疑。而那些酷吏的故事可都是司马迁身边真真切切发生过的。退一步说，春秋和西汉，无论是国家规模还是政治经济结构，都已经大不一样了。旧时代的行为楷模放在新时代里，大概率上并不适用。很快我们就会看到武帝朝的新时代里，不但达官显贵会与民争利，即便是朝廷也在想方设法的与民争利，而且软的不行就来硬的。后世的儒家知识分子虽然一直都在谴责汉武帝不走正道，但也不得不接受国家政权必须与民争利这个现实。为什么呢？还不是因为推行郡县制了，中央集权了，财政模式完全不同于封建制了。从景帝到武帝刚好处在制度变革的枢纽，而生活在枢纽时代的司马迁和董仲舒正因为身在此山中的缘故，所以对此浑然不觉。另外需要说明一下，像公宜修这种情况到底是不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真实典范，其实很难讲。如果公宜修那位被休掉的妻子有机会发言的话，也不难讲出一番可以自圆其说的政治哲学。孰是孰非，只取决于评判者有怎样的价值倾向。我们可以参照国语，还是在鲁国和公宜修差不多的时代。当时鲁国有一位贵族女性，称为晋江夫人，她的儿子公府文伯在本国做官。某一天，公府文伯退朝回家，看到母亲正在织布，便很不高兴地说：以我们这样的家庭，祖母难道还要亲自纺织？这事如果传出去，族长该骂我不孝了。同样是不满意家里的女人搞纺织，公宜修的出发点是所受大者不得屈小，不可以与民争利。而公府门伯的出发点，一是贵族女子就应当养尊处优，不然男人就会遭受耻笑；二是儿子当了差就不该让母亲操劳，否则就是不孝。
面对儿子的不满，晋江夫人讲出了一番深刻的道理，说古代圣王安置百姓，特地把他们安置在平瘠的土地上，让他们为了活命不得不辛勤劳作，只有这样，君王呢才能得心应手的使用他们，国家呢才能长治久安。即便作为统治阶层的一员，也不要忘记受苦受累能培养人的美德。相反，安逸的生活会让人丢弃美德，生出各种邪念。言下之意是自己亲手纺织，并不是为了赚取这点蝇头小利，而是有意识的多吃一点苦，多受一点累，不让全家人掉进保暖私淫欲的泥潭里去。假如晋江夫人不是公虎门伯的母亲，而是公宜修的妻子，估计还没来得及发言，就已经被丈夫休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价值观的分歧太难证明谁对谁错了。更让人为难的是，道既然是永恒不变的，只会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角度、不同程度的缺失。那么哪一套政治哲学才是对当下的世界最为适用的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